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温远，你真的要去云山县？程华在电话里语气复杂，那可是林雅的家乡啊。温远握着调令，沉默了片刻。组织的决定，我服从。都过去10年了。温远打断了他，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春风拂过云山县的青石街道，温远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车站。15年省城生涯，从小科员到市发改委副主任，如今却要回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小县城——云山县，林雅的家乡。10年前，正是在这片土地上，他们的婚姻走向了终点。温远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山里的空气依然清新如昔，只是心境早已不同。县委办公室里，几位班子成员正在等候新任县长的到来。听说温县长很年轻，才38岁。组织部长小声议论着，在省城干过，有经验。另一位副县长点头附和。温远推门而入，谦逊地向大家问好。简单的自我介绍透露出他的干练。我叫温远，来自省发改委，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。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温远的目光扫过每一张面孔，这些人中有多少知道他和林雅的过往？林雅，现在的他过得如何？温远摇摇头，将这些私人情感暂时压下，专心投入到工作中。县长办公室里，秘书小李为他介绍着云山县的基本情况。我们县主要靠旅游和房地产发展，林氏集团是最大的内税户。听到林氏集团4个字，温远的笔尖微微顿了一下。林雅的家族企业在这个小县城里确实影响巨大。林氏集团现在的负责人是？温远尽量让语气显得平常。是林雅小姐，听说她在上市公司当过高管，很有能力。小李显然不知道县长和林雅的关系，继续介绍着其他情况。温远点点头，心中却泛起了复杂的情绪。10年了，他从一个富家千金成长为企业负责人，想必经历了不少，而自己也从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，成为了一县之长。人生真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。晚上，温远独自在县政府宿舍里整理着带来的书籍和文件，手机响起，是程华打来的。老同学，到云山县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程华是温远的大学同窗，现在云山县招商局当局长，刚到。一切都好。温远的回答很简短。那就好，改天我组织个同学聚会，为你接风洗尘。程华的话让温远心中一紧。同学聚会？对呀，咱们大学同学在这边的不少，林雅也在。程华显然是故意提到林雅的，想看温远的反应。温远沉默了几秒，随你安排吧。好嘞，那我就定在这个周末。金山酒店。挂了电话，温远望着窗外的夜色，心情五味杂陈。周末如期而至，金山酒店里灯火通明。温远换上了一套深色西装，镜子里的他成熟稳重，岁月在脸上留下了痕迹。推开包厢门，里面已经坐了7、8个人，热闹的谈笑声瞬间安静下来。温县长来了。程华起身迎接，脸上堆满了笑容。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温远向众人点头致意，目光扫过桌边，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林雅依然美丽，10年的时光似乎只是在她身上添了几分成熟的韵味。她身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，穿着昂贵的西装，气质不俗。林雅抬起头，与温远的目光相遇，
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个志向远大的前夫吗？林雅的声音在包厢里响起，带着明显的讽刺意味。10年了，终于混到县长了。包厢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尴尬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2人身上。温远保持着平静的表情，在陈华旁边坐下。好久不见，林雅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林雅端起酒杯。当年你说要出人头地，现在看来也就这样了。他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向温远，毫不留情。云山县这种小地方的县长，恐怕连我现在的年薪都比不上吧。身边的中年男子轻抚着他的手，显然是在安抚他的情绪。程华赶紧打圆场，大家都是老同学，别说这些了，来，喝酒喝酒。但气氛已经变得异常尴尬，其他同学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有的附和着林雅的话，有的为温远感到不平，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。温远平静地喝着酒，仿佛刚才的嘲讽与自己无关。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觉得很丢脸？林雅继续追击，毕竟从堂堂市发改委副主任降到这个小县城来当县长，确实挺尴尬的。温远终于开口，我觉得为人民服务，无论在哪里都是光荣的。为人民服务，林雅笑得更加刺耳，还真是冠冕堂皇啊。她转向身边的男子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丈夫，恒大集团的经理。中年男子客气地向大家点头，但眼中闪过一丝不屑。显然，在他眼里，一个小县城的县长确实算不了什么。聚会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进行着，每个人都感到不自在。温远始终保持着礼貌，该敬的酒敬了，该说的话说了。但林雅似乎不打算就此罢休，一次次地发起言语攻击。记得大学时你总说要改变世界，现在看来世界没改变，你倒是被世界改变了，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，也算是一种成长吧。他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尖锐的讽刺，让在场的人都为温远感到难堪。但温远始终没有反击，只是静静地听着，偶尔点点头。这种克制反而让林雅更加愤怒，她似乎希望看到温远情绪失控的样子。聚会结束后，温远独自走在夜晚的街道上，春风拂面，带着熟悉的花香，勾起了他对往昔的回忆。10年前，也是这样的春夜，他和林雅在这条街上散步。那时候的他温柔体贴，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远哥，我们以后会幸福的，对吗？他挽着他的胳膊问道。当然会的，我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年轻的温远信心满满，可是现实总是残酷的，门第的差距最终成了他们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。林雅的父母从一开始就反对这门婚事。你一个穷小子，凭什么娶我们家雅雅？林雅的母亲毫不客气地质问。阿姨，我会努力的，我相信自己能给雅雅幸福。温远诚恳地说。努力？光努力有什么用？你有房吗？有车吗？有存款吗？林雅的父亲更是直截了当。我女儿不能跟着你受苦。面对家族的压力，林雅最终选择了妥协。远哥，也许我们不合适。她含着泪水说出了分手的话。为什么？我们明明相爱啊！温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爱情不能当饭吃，我不想让你为难，也不想让家里为难。他转身离去，留下温远一个人站在原地，心如刀绞。没过多久，林雅就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富商，那个现在坐在他身边的男人。而温远选择了离开云山县，去省城发展。
发誓要出人头地。10年的时间，他从基层公务员一步步做到了市发改委副主任，每一个台阶都走得踏实认真，从不投机取巧。他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过去，可是今晚林雅的嘲讽让他明白，有些伤痕永远不会愈合。但是他也从林雅的话语中听出了一些别的东西，他的激动，他的愤怒，甚至他的攻击性，都透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情绪。也许他现在的生活并不如表面看起来那么光鲜。温远想起了小李提到的情况，林氏集团虽然是当地的内税大户，但最近几年房地产行业不景气，企业经营确实面临困难。而且今晚林雅身边那个男人虽然穿着得体，但眼神中透露出的疲惫和不耐烦，说明他们的婚姻也许并不幸福。温远摇摇头，不想再多想这些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现在的他有更重要的使命，作为云山县的县长，他要为这里的发展负责，为这里的百姓服务。个人情感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温远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。作为新任县长，他需要尽快了解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。小李，把林氏集团的相关资料给我准备一份。温远的要求让秘书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立刻去准备了。1个小时后，厚厚的资料放在了温远的桌案上。翻开资料，温远仔细研究着林氏集团的发展轨迹。企业规模确实不小，涉及房地产开发、建材生产、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。但是温远很快发现了一些问题。环保方面，林氏集团的几个建材厂存在排污超标的情况。税务方面，也有一些可疑的账目往来需要进一步核实。更重要的是，林氏集团最近几个项目的规划审批程序都有问题，有些项目明显不符合县里的新规划要求，却依然获得了批准。温远眉头微皱，看来这个企业的确存在不少隐患。作为县长，他必须按照法规执行，不能因为任何私人关系而有所偏袒。小李，通知环保局、税务局、规划局的负责人，下午到我办公室汇报工作。温远的声音很平静，但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定。下午的汇报会上，各部门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林氏集团存在的问题。县长，林氏集团的环保问题确实比较突出，我们多次下达整改通知，但效果不明显。环保局长如实汇报。税务方面，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，正在进一步核查中。税务局长补充道。规划方面，有几个项目确实不符合新的城市规划要求，规划局长也承认了问题的存在。温远认真听着每个人的汇报，不时做着记录。既然存在问题，就必须按照法规处理，不能有任何例外。温远的话让在座的人都感到了压力，毕竟林氏集团在当地的影响力巨大，谁都不愿意得罪。但是新县长的态度很明确，必须依法办事。几天后，县政府召开了招商引资工作会议，林雅作为林氏集团的代表，也应邀参加了会议。她穿着一套职业装，看起来干练而自信。当她走进会议室时，目光与温远相遇，两人都保持着公事公办的表情。各位企业家，感谢大家对云山县发展的支持。温远主持着会议，但是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，也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。他的话音一转，气氛变得严肃起来。对于违法违规的行为，我们将严格按照法律处理，
绝不姑息。林雅的脸色微微一变，她意识到温远这番话是有所指的。会议结束后，林雅主动走向温远：“温县长，我想和您单独谈谈。”她的语气已经没有了昨晚的嘲讽。温远点点头：“可以，到我办公室吧。”县长办公室里，两个曾经最亲密的人面对面坐着。“你是不是在公报私仇？”林雅开门见山地问道。温远平静地看着他：“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？那为什么突然要查我们公司的问题？”林雅的声音有些激动：“因为确实存在问题。作为县长，我有责任维护法律的尊严。”温远的回答让林雅无话可说。他知道温远说的对，他们公司确实存在很多问题。雅雅，10年了，我从来没有因为个人恩怨影响过公务。温远的语气很平静，但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。现在的我，首先是云山县的县长，其次才是你的前夫。这句话如当头一棒，让林雅彻底明白了温远的立场。他突然泄了气，瘫坐在椅子上：“远哥，我错了。”他的声音带着颤抖。林雅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组织语言：“因为我嫉妒你。”这句话让温远有些意外。嫉妒我什么？嫉妒你过得比我好，嫉妒你还有理想，还有追求。林雅的眼中涌出了泪水，而我这10年来过得一点都不幸福。听到林雅的哭诉，温远的心情复杂起来。我的丈夫，他根本不爱我，只是把我当作一个装饰品。林雅擦着眼泪，倾诉着内心的痛苦。他在外面有很多女人，我都知道，但我不能说什么，因为如果离婚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公司也会倒闭。温远静静地听着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些年，我无数次想起你，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。林雅抬起头看着温远，眼神中充满了悔恨。如果当年我没有选择离开，会不会我们现在很幸福？温远沉默了许久，才开口说道：“我不怨你，也不怪你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但是现在，我们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”温远的话让林雅更加痛苦。远哥，能不能念在旧情的份上，帮帮我？他几乎是在恳求温远了。如果公司出了问题，我们全家都会完蛋的。温远看着眼前这个曾经高傲的女人，心中涌起了复杂的情感，但是他还是摇了摇头。雅雅，我不能因为私人关系而违背原则，但是如果你们能够认真整改，按照法律法规经营，我会支持的。林雅失望地看着温远，她知道自己的恳求没有用。你真的变了，变得这么冷酷无情。温远苦笑了一下，也许吧，但这样的改变是必要的。10年前的我，也许会因为感情而做出错误的决定，但现在的我知道什么是更重要的。林雅站起身来，整理了一下衣服。我明白了，温县长。他的语气重新变得正式起来。林氏集团会配合政府的工作，该整改的整改，该补缴的补缴。温远点点头，那就好，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好。林雅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看了温远一眼，没有再说什么，推门而去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林氏集团按照要求进行了全面整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温远始终公事公办，没有因为个人关系而有任何偏袒。他的公正执法得到了县里干部群众的一致认可。3个月后，程华又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，这次的聚会气氛与上次截然不同。林雅主动向温远敬酒，神色中没有了上次的挑衅和嘲讽。温县长，上次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他的话诚恳而真挚，
让在场的同学都感到意外。温远举起酒杯，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，我们都向前看吧。是的，向前看。林雅点点头。谢谢你这几个月的公正执法。其他同学看着他们的互动，都感到了一种释然。来，为老同学的友谊干杯！程华举起酒杯，打破了略显沉重的气氛。大家都举起了酒杯，氛围变得轻松愉快。席间，林雅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决定：我准备和我丈夫离婚了。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。雅雅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一个女同学关心地问道。想清楚了，与其在一个没有爱的婚姻里痛苦，不如勇敢地重新开始。林雅的眼神很坚定，仿佛重新找回了当年的那个自己。温远看着她，心中为她的勇气感到高兴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支持你，她真诚地说道。聚会结束后，林雅单独找到了温远。远哥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温远有些不解。谢谢你让我明白什么是原则。林雅的眼神很清澈，像回到了大学时代。这几个月的经历让我重新认识了你，也重新认识了自己。以前的我太在乎物质，太在乎别人的看法。现在我明白了，真正的幸福不是别人给的，而是自己争取的。温远欣慰地笑了。你能想通就好。那么，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林雅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当然可以，我们本来就是朋友。温远毫不犹豫地回答。春风再次吹过云山县的大街小巷，温远和林雅并肩走在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上。这一次，他们都是以朋友的身份。远哥，你觉得我们当年的选择对吗？林雅问道。温远想了想，也许当年的分别是必要的，它让我们都成长了。如果没有那10年的历练，就没有今天的我们。你说的对。林雅点点头。现在的我们都更加成熟了。他们走过熟悉的街道，看着夕阳西下的美景。10年的时光荏苒，人世沧桑，但一些美好的东西永远不会改变。友情、理解，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温远继续担任着云山县的县长，为当地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林雅重新整理了自己的人生，在事业和情感上都获得了新的开始。他们偶尔会在工作中见面，以同事和朋友的身份交往，再也没有了当初的尴尬和痛苦，有的只是成熟后的理解和尊重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但真正的智慧在于学会放下和原谅。温远用自己的坚持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原则，林雅用自己的改变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